現在我們在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大家知道嗎？被譽為吉隆坡之父的，竟然是一位中國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希望说国内强大，我们每一个华人都是会有光的。我觉得我们华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本身要懂得根在哪里。我们来到了馬來西亞最大的唐人街——磁場街，這也是我們去過這麼多唐人街中最有中國味的一個。很多人這麼形容，在磁場街每天都可以體會到中國的年味兒。磁場街是馬來西亞華人在這片土地生根發芽的標誌，這裡有關帝廟，也有全部建材和工藝都來自廣東的陳氏書院，也有華人籌資建設的華校尊孔獨立中學。這裡的一切都訴說着華人在馬來西亞幾百年的奮鬥史。現在的磁場街已經變成了馬來西亞最大的遊客集散地之一，因為近年來馬來西亞華人比例逐年降低，並且很多華人搬離這裡，磁場街逐漸從華人聚居區變成了一個種族混居的區域。很多馬來人、印度人也加入華人的行列，在這裡做生意謀生。磁場街美食中最有名的就是福建麵，在100多年的老店裡品嘗着來自中國的味道，我們瞬間穿越時空，回到了那個華人在這裡奮鬥的激情燃燒的歲月。下面和菲菲文濤開始今天的吉隆坡唐人街之旅。大家好，我是菲菲，我們正在背包環遊東南亞。現在我們在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大家知道嗎？被譽為吉隆坡之父的，竟然是一位中國人，他就是來自廣東惠州的客家人葉亞來。那今天這個視頻呢，我們就帶大家一起了解馬來西亞華人的前世今生。現在我們打車準備前往吉隆坡最著名的唐人街磁場街，那裡是吉隆坡華人早期的聚居地，現在已經是這裡非常著名的旅遊景點了。在之前的視頻裡，我們和大家聊到過說馬來西亞全國總人口中23%都是華人，在早些年呢，這個比例是要更高的。那當初這批最早的馬來西亞華人是如何從中國來到馬來西亞的呢？簡單說他們是分3波過來的。最早的一波是在明朝鄭和下西洋的時候，有一些隨行和船員，他們就選擇留在了現在的馬六甲和新加坡一帶。那船員大部分都是男性嘛，他們留下來之後呢，只能選擇和本地的馬來女性結婚。他們生下來的後代呢，男孩就叫做爸爸，女孩叫做娘惹。可以說呢，爸爸娘惹就是馬來西亞最早的土生華人。那第2波華人就很慘了，他們基本上都是當時賣豬仔被賣過來的。在19世紀中期呢，英國殖民者在開發馬來半島的時候呢，是需要大量的苦力的。那英國人自己肯定不願意去幹這樣的粗活，他們就盯上了當時人口眾多的中國。那當時英法聯軍打到了北京，和清政府簽訂了《北京條約》。條約中呢，有一條就是要求清政府要准許勞工出國，就是把中國人賣到東南亞這裡做苦力。那當時呢，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就有很多的中國人被西方殖民者和中介以誘騙和綁架的方式帶上了船，他們被關押在船艙裡面，被像豬一樣的捆綁起來，而且呢，被迫用木盆進食。那慢慢的就被叫做豬仔。當時船上的生活條件是極端惡劣的，有超過1半人都沒能活下來，死在了遠赴南洋的半路上。至於當初下南洋的華工的數量，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統計的標準，但是呢，預估應該是達到了上千萬人。第3波呢，就是在民國時期當時是時局動盪，戰爭不斷，很多人飯都吃不起，只能逃難到南洋去。但是呢，不要看這批人是逃難過來的，但他們都是鐵骨錚錚的漢子。當時呢，孫中山的這個革命根據地就在南洋，在黃花崗七中的72烈士有1半都是馬來西亞華人。歸納一下除了爸爸娘惹，那其他的華人都是在當時社會最底層掙扎的人，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那我們再看一下現在的馬來西亞富豪榜，排名前10的裡面，其中有9位都是華人。大家知道華人在海外有多厲害了吧？這裡就是位於磁場街的關帝廟了，這裡呢可以說藏着華人的生存密碼。現在我們去裡面看一下吧。磁場街的這座關帝廟呢，同時也是這裡的廣照會館。廣照會館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廣府會館和肇慶會館。吉隆坡唐人街的大展宏圖這大家大展宏圖。關公是我們的五財神嘛，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會有關帝廟。那關公最主要的就是忠義二字。當年呢，來到這裡做生意的華人也一直秉承着信義這2個字，再加上他們本身呢既聰明又勤奮又能吃苦，我覺得這應該也是華人在海外生意越做越好的原因之一。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在1940幾年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呢，關帝廟這裡就是當時的抗日情報站。在當時這個關公像前面的香爐和香灰的下面，
壓的就是情報。磁場街的这座关帝廟是在1887年修建的，当时是清朝的光緒年间嘛。那后来呢，这座关帝廟又经历了多次的重修，在这个过程中呢，重修所需要的资金基本上都是当地华人捐献的。其中呢，有一座1888年的这个捐赠碑上还出现了利亚莱的名字。其實呢，這個利亞萊最早也是被賣豬仔賣過來的。剛來的時候呢，他只是這裡錫礦廠一名普通的礦工。那後來呢，他就慢慢的成長為整個吉隆坡華人的首領，叫做賈必丹。再後來呢，因為主導了吉隆坡的開發和重建，奠定了現代吉隆坡的基礎，所以呢，他被譽為吉隆坡之父。一個族群有富人，也一定會有窮人。在關帝廟旁就有很多無家可歸的華人大叔在這裡乞討，他們的床鋪只是一張紙殼。吉隆坡這個天氣真的是陰晴不定。大家都說在所有的海外華人中，馬來西亞華人在保留和繼承中華傳統文化方面做的是最好的。那這是為什麼呢？我覺得這和馬來西亞華人重視華文教育是有很大關係的。前面就是陳氏書院了，這裡是華人的文化碉堡。陳氏書院，德星光藥院。吉隆坡的雨真是說下就下呀，突然就下得這麼大了。剛才只是閃電打雷，突然就下成這麼大的雨了。其實剛剛在外面的時候，我就發現這個吉隆坡的陳氏書院和廣州的陳家祠堂有點像，尤其是這個屋頂上的那些琉璃瓦。據說在屋脊上的那些陶瓷小人，有很多都是從佛山運過來的。今天在陳氏書院，我們很榮幸不客氣，這裡的負責人陳姐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裡。我覺得這裡和那個廣州的陳家祠堂好像啊。是我們這裡呢是廣州陳家祠堂的，它比我們大6倍。再往早是一個祖先嘍。當然那是一定的。那我們陳氏書院呢，就是由我們4位創始人，這4位在129年前，他們就是去了廣州陳家祠，回來的時候，他們是希望說，在這個吉隆坡有一個我們陳家落腳的一個地方。很久以前就是有幫助過我們華人，在這個國家怎麼獨立的時候，怎麼樣幫助華人在協調，在這個過程中，可以讓我們中華文化可以在馬來西亞立足。很難得在馬來西亞為什麼會保留中華文化？這一塊這麼的，你會看到它比較完整。那就是我們先賢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對，而且你看一個華人的團結你在整個亞洲，你可以看到，不要講亞洲啦，我應該是講全世界。馬來西亞的華人是最棒的，因為它的凝聚力是最強的。我們從華小的一灣一瓦，全部都是每一個華人大家集資的，就包括底層的人也會。當然，因為千人宴要靠大家的力量，千人宴是來自士農工商的。對，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厲害。因為我之前跟大馬華人聊天他跟我說，現在他們從小讀書的時候有國中和獨中，那國中肯定就是馬來西亞的政府會出資，他們會出資，但是獨中只能靠我們自己。華小對獨中對，還有我也是很慶幸，因為有先賢的努力，我們這的中華文化才可以保持得這麼好。對，而且每一個人的姓氏還保留到現在。你去印尼看看，名字都沒了。模型就照我們現在的那個比例，它是縮小版的。我看這個屋頂尤其是這些雕塑還有琉璃，真的好像廣州，因為我去過廣州的陳家祠堂，很像。這個也是我們那邊我們聘請的那些廣州的師傅來幫我們做的。我之前有看過這裡的資料就是說在1960幾年的時候，當時可能這個馬來西亞的政府不太支持咱們辦這個華校那當時就在這個陳氏學堂的地下室裡偷偷的繼續教大家學中文，這樣子。以前的人真的是很不一樣的。在當年非常艱難的情況下，馬來西亞華人是怎麼保證我們的這個教育是沒有間斷的，沒有斷層，沒有像印尼那個樣子。在馬來西亞這個地方呢，華人的貢獻，因為他們一直堅持，因為有3大種族嘛。其實對我們就是大家就是彼此尊重。我覺得這一點是在馬來西亞你看得到，華人的堅持，印度人的堅持，
在這個國家會和諧，就是因為3大種族大家都互相尊重。对，是。就像以前我聽老一輩的人講，做一個 table 啊，一起吃飯，其實你華人你吃肉，他們不覺得怎麼樣，其實就是想說你是我街坊鄰居嘛。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彼此都尊重。而且雖然在這個國家，華人就是說有些買房子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我常常跟這裡的華人講，這個是最棒的，因為才可以激起華人內在的潛力。對，我一直都不會講說這個是不公平，我認為這是一個激勵華人潛在能力的一個很好的力量。這股力量其實我是正面看的。我們華人其實在世界各個角落，大家都很爭氣，真的都很努力的，而且是炎黄子孙，每一個人都努力的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对，尤其在馬來西亞看到了他們的團結。而且我覺得現在這個國內發展越來越好嘛，其實在外的華人心裡也是有一個比較強的後盾。就像前幾年我們看新聞啊，那個這裡的大使他也有來到磁場街這裡，就是讓華人商戶們不要擔憂啊。他有來我們城市書院。是的，是的。其實都是有幫忙啦，講真的啦，助力很大。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希望說國內強大一樣啊？我們每一個華人都是會有光的，臉上都有光的，大家一起努力的對，全世界華人都團結起來。對。其實我非常感動的就是您剛剛說到的，就很底層的，可能是拉人力車的也捐款，然後為了办教育啊，这個女工啊也捐款，不遗余力的。对，這個是來自士農工商各階層的人都有的。所以在現在全世界的華人裡面，大馬華人這個保留的最棒，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原因。很難得，全世界你看不到華人的團結，你在馬來西亞看得到。可以。作為馬來西亞的華人，應該值得驕傲。是啊，我們來了之後，真的很多次被馬來西亞華人感動到。就比如像國內抗戰的時候，是這裡捐款捐物，還有人過去，就包括我們建國初期可能有很多的建設沒有那個工藝啊，沒有技術，那這邊會有人去支援呀、辦廠啊、投資呀，沒錯，這裡的那個南洋的華人華商，只要國內一有什麼困難啊，他們都會集資去幫助祖國。對，這個是真的很難能可貴的。你看那個加根，哎，對，是啊，他不是只有照顧馬來西亞、新加坡，他其實他對國內的貢獻。我覺得我們華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本身要懂得根在哪裡。謝謝，不用，歡迎你們的到來。其實呢，吉隆坡的這個陳氏書院在建立之初，它就是當地的陳氏宗祠。那在後來的很多艱難的時期、特殊的時期，以及上世紀60年代當地政府限制華人辦學校的這個特殊時期，那這裡也是承擔了很多作為學堂的功能。比如說呢，在當時的這個陳氏書院會定期舉辦這個書法比賽，那當地的華人就會過來參加，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在延續華文的教育。其實呢，在中國清朝的時候啊，當時的皇家政府啊禁止普通人用這種龍的雕塑，但是在吉隆坡這邊呢，就有一些龍的雕塑，算是彌補了我們那邊沒有的一個特點。廣州的陳家祠堂是沒有這個的，因為在中國這種屬於僭越，就是你一個這種家族的宗祠上面，怎麼可能會有龍呢？但是在馬來西亞，反正也管不到嘍。你好，妹妹，你是那個尊孔學校的嗎？对。你們學校是小學還是中學啊？中學。哦，你們學校是那個華文中學？啊，讀中。讀中。你們現在是簡體字還是繁體字？簡體字。哦，你覺得漢字好寫嗎？還好。我覺得華語好難。你應該是小學就讀的華校吧？對。那你還好了，你寫了好多年了。英文比較好。哦，我覺得很好啊！你看我們交流沒有點問題。我是中國人，我來旅遊的，然後我就看到這裡有好幾個這種華中，我就很好奇。我是有聽其他的馬來西亞華人朋友，他說，可能華人想考公立大學比馬來人要難很多。就是城市是這樣的。你們現在學校學費大概多少錢？一個月大概500多。一個月500多，你們按月收啊？對。平時也會看一些中國的電視劇啊。對啊，電視劇啊，綜藝啊。綜藝你看什麼？綜藝我之前是有看《奔跑吧兄弟》吧，但是
华校下面的车都很好啊，保时捷、宝馬。是哎，上华校的很多华人家庭都是不错的哈，华人还是比较善于搞经济。对，而且很多家长都不放心孩子啊。对，这个点儿是学校放学的日子，今天是周五嘛，下午的6点刚好是学生回家的时候，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长过来接小孩。刚刚我們在城市書院有和陳姐聊過馬來西亞的國中和獨中，那國中就是國民中學，獨中主要指的是華校。在馬來西亞呢，國中和獨中最大的區別就是教育經費的來源。國中嘛，畢竟是國民中學，它的經費主要靠國家和政府的撥款，所以上國中的學生的學費相對來說是很少很少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獨中就不一樣了，獨中的這個教育經費主要來自於收取學生的學費以及當地華人的這個捐贈，所以獨中相對來說學費是比較高的。剛剛我們有和一位這所尊孔獨立中學的初中生聊天得知哈，初中的學費每個月大概是500馬幣，是按月收的哦。在馬來西亞全國哈，差不多是有61所獨中的。那我們現在所在的尊孔獨立中學是裡面建校最早的，它創建於1906年，比我們中國的清華大學還要早的。因為歷史比較久嘛，尊孔獨中也可以說是見證了馬來西亞華人的很多歷史啊。那在現在的學校裡面還留着很多很古老的東西，在教學樓的正前方那裡是樹立着一尊孔子的雕塑的。另外呢，學校還有一座鐘樓，在鐘樓的最頂端是有一口非常古老、已經充滿斑駁的這個鐘。那口鐘一共響過3次救命信號，一次是在1942年日本兵進城的前夜，校長敲鐘提醒學生都躲起來。那第2次就是在1969年種族衝突的前夜，鐘聲敲響來提示當地的華人家庭避難。那第3次呢，就是在1987年，當地對這個華人教會有一些打壓，然後這個鐘聲也是敲起來表示抗議。今天這個尊孔獨中好像有運動會，這些學生呢在運動會結束之後，把自己班裡的一些這個器材都帶回去。嗨，你們今天是運動會嗎？結束啦。好，拜拜。在全世界，不管是中國還是馬來西亞，只要是華人的父母都非常替子女操心。大家看這2排的車都是接送孩子的，跟我們那邊一樣啊。對啊，一樣的壯觀。而且好早之前就來了，學校門口放學的時候水泄不通啊。是。歡迎大家來到吉隆坡的唐人街四場街。其實，在150年前啊，這裡根本沒有街的，目之所及全是沼澤。在1857年啊，葉亞來在這裡發現了锡礦之後，慢慢才踩出了街。所以大家去裡面逛的時候呢，不要覺得裡面比較擁擠。那如果沒有當年的擠，根本就不會有今天的吉隆坡。四場街這裡一到晚上就變成美食天堂了，這一條街全部都是好吃的，主要以這個中餐為主。邊上第一家竟然是一個中國蘭州拉麵，然後隔壁是一個牛肉煎包。過來之後呢，這裡還有海南雞飯，又是一個中國拉麵。因為馬來西亞的穆斯林比較多嘛，然後這裡的這種清真餐廳也挺多的。這裡還有一家鮑師傅啊，這個是蓮嘴，中國也有麻薯，還有什麼蟹黃小汁，你看，跟我們國內賣的一樣哎。麻花什麼的，在國內沒有吃過，在這兒吃一個吧。全是好吃的，給你買一個吧。老闆，你們這個店的總部在哪裡啊？總部？中國。是在中國吧？我在中國見過這個店。您是本地華人吧？沒有，我中國人。中國人啊。我今天是第一次被老闆告知，原來中國很多那種麵包房啊、糕點鋪都江西人開的啊。你到中國去問，你只要是開店的地方，你就問。好，謝謝。謝謝啊。好。我們買了一個小的板栗餅，真的好久好久沒有吃過國內的這種品牌的東西了，好香啊！你看，烤得焦焦脆脆的，上面還有芝麻。中國的美食也能反向輸出到馬來西亞呀，還是挺厲害的。源自1938年正宗海南雞飯，哇，老店了。你看，沸騰的湯裡面涮菜，然後配上各種醬料，感覺好香啊！之前在哪裡吃過這種的呀？山西，想不起來了哦。山西有這個。天色漸漸暗下來之後呢，這邊的商家都開始營業了。白天我們來這邊看文化的時候呢，感覺都是中國遊客；但晚上呢，全是西方遊客。貓山王1公斤39，算貴不？哦。跟國內比不知道怎麼樣啊。我們來到國內也沒有買過榴蓮。
你知道吗？为什么晚上這麼多西方人？啊？為啥？因為在西方人眼裡，他們來馬來西亞都是來吃飯的。不過馬來西亞美食確實挺多的，而且是因為這裡種族比較多嘛，所以有各種口味，華人餐呀、馬來餐啊、印度餐啊。哦，停電了。哎，是停電了吧？真停了，好像。真停電了。尷尬了。雖然磁場街這裡是吉隆坡最早的華人聚集區，但是呢，因為歷史太久了嘛，然後這裡的這個房子呀，包括路面、基礎設施很多就跟不上了。那近些年有很多華人已經陸陸續續的離開了這裡，去新的地方生活了，就在城市的比較新修一點的位置。那這裡現在剩下來的很多都是開店做生意的老闆，還有更多的這個鋪子，其實已經被其他民族的租過去做生意了。比如這裡印度人有很多，然後他們開的這種小食品店啊什麼的。說完就幾個印度的大姐。這個磁場街的夜市感覺吃的要比我們那邊貴一些。好想要一個甘蔗水啊，來一個。這老闆都好厲害啊，既會中文，英文也很溜。老闆要一杯甘蔗水。好，謝謝。好，謝謝。好喝啊，鮮榨的，肯定好喝。老闆說，嘗一下。沒有添加任何糖，就是純的甘蔗汁的味道，很甜。在甘蔗汁旁邊，它有賣這種肉脯的。聽說馬來西亞的肉脯做的特別的好吃，但是這個太硬了，我們晚上就不吃了，給大家看一看吧。大家給我們嘗一嘗。這裡有一家將近100年歷史的福建麵啊，創於1927年，已經多少年了？98年了。我們去裡面嘗一下，這家看起來館子好大，應該美食比較多。這個門樓看着特別的氣派啊。對啊，而且好中式啊！你看它的那個外牆刷成大紅色，而且全是紅燈籠，還有中國結，還有福字，好像要上去啊。謝謝。哎，剛進來就看到財神了，財神還有招財貓，恭喜發財！熱烈歡迎香港食神梁文韜先生。梁文韜是你嗎？文韜。老闆，我們要這一頁是不是都是你們家招牌了？這面招牌。哦，這個是招牌。我們要一個小份的這個麵。這個廣府鴛鴦是什麼意思？果條和米粉。果條和米粉就是混一下。那麼這個店真的有100年嗎？這個我不知道。哦。應該很快就100年了。這個裝修真的上年代了，大家看這個屋頂啊，根本不是現在流行的這種吊頂，它就是以前那些木樑還有木船搭成的，對，非常的古色古香。然後再加上這裡牆上的一些字畫呀，還有這個中國的山水畫呀，感覺還挺復古的。對，你知道我們感覺看這種館子，能想到100多年前那些錫礦工人，他們下班之後啊，就在這種館子吃飯，可能沒有像現在裝修的這麼華麗哈，就以前那種木質的這種店鋪。感覺挺穿越的哈。好啦，我們的餐已經都上來了。這個是文韜要的，也是老闆家的這個招牌啊，叫做福建麵。其實它是這種黑醬油炒麵。那我的這一份呢，叫做廣府鴛鴦。我看了一下呢，這裡有這個果條，這邊是果條，然後這邊是米粉，所以叫鴛鴦啊，是2種這個搭配的。我這個跟我們在阿羅街夜市吃的那個有點像。也是上面有瘦肉、有蝦、有蔬菜，然後帶一點點湯的這樣子。這家餐廳的老闆是來自中國福建，他在1927年為了謀生從中國來到了南洋。那剛來的時候呢，他也找不到什麼很好的工作，就乾脆開了一家麵館。主要的顧客群體就是周圍的華工們。剛開始其實老闆賣的是湯麵，但後來慢慢的呢，就有食客提出來想吃一下炒麵，所以老闆就用這裡很特色的這個黑醬油和麵炒出來的這個，哇！聽說老闆家這個麵哦，還是炭烤的哈。對啊，這個鍋氣好重啊，剛剛從大鐵鍋裡面盛出來的。對，醬油氣重不重啊？什麼味道？我好好奇。主要是這個黑醬油的這種濃香味兒，然後就是因為它裡面有海鮮嘛，所以有很多這個海鮮的鮮味兒。另外就是我嘗到了豬油渣。剛剛有說過呢，這家麵館剛開始開業的時候，主要就是供周圍的工人吃嘛。那工人幹體力活的，急需要補充營養。那這裡面的豬油渣呢，就為他們提供了很好的體能補給。給大家看一下，我這一份裡面
瘦肉，好多片。这个好像是鱿魚，然後有蝦，這個是粿條上面的這個，還有一些那個打的蛋花打到湯裡面了。這裡是米粉，真的感覺好香啊！老闆還給我們配了一份這個是加酸用的，然後這兩份叫沙醬，稍微有點辣辣的，可以配着吃。味道不錯，好吃。而且這兩份的價格看起來也不貴。文濤的這一份是15馬幣，我的是17馬幣。對，你的這個料這麼多才17，真的不貴耶。兩份加起來才30多而已。對，畢竟還是旅遊區呢。是文濤這份面裡面最多的就是豬油渣，你看我隨便一加就有。就這個。對，就這個方方的，這個吃到嘴巴裡脆脆的、油油的，然後再加上那個醬香，對，真的挺好吃的。因為這個屬於高熱量的食物，所以在當年呢可以很好的補充作為勞工的這個體能啊。對，看起來平平無奇啊，等於是當年勞工的能量棒了。拿現在的話說是什麼？士力架。士力架。光盤行動基本完成，因為這個麵實在是不好加呀，所以剩一點。這家麵還是不錯的，推薦大家以後來吃哦。推薦。我有點不明白他們家在谷歌地圖上的評分為什麼只有3.幾？3.9，對。但實際上挺好吃的。老闆讓我們拿這個點菜單到1樓買單，不過我覺得這種東西全靠自覺啊，因為就出去走就走了。你好，可以阿里配嗎？好。老闆，你們家店真的有100年了嗎？快100年了。98年了，太厲害了！啊，您是第4代了，哇！你們祖先是福建哪裡？哦，安溪，果然你說的對。好，謝謝。品嘗完了以前在這邊工作的锡礦工人他們的美食呢，現在我們吃飽了，喝足了，再去體驗一下以前锡礦工人在這邊的生活。這個磁場街真的是好擁擠，好狹窄呀！太難走了，剛才那一段我們都堵人了，堵在那完全動不了了。磁場街的這個名字也很有意思啊。最早呢，這裡是不叫磁場街了，到了後來呢，大概是在1880年的時候，伊亞萊在這兒開了一個刺粉廠。刺粉就是木薯粉，因為刺粉工廠開在這裡，所以慢慢的改名叫磁場街了。我們現在來到了磁場街裡面的鬼仔巷，大家看到這個名字千萬不要害怕哦，它叫鬼仔巷，並不是因為這條巷子裡面鬧鬼，而是說呢，這個地方曾經是當年的華人苦力們，他們晚上收工後會在這裡聚集喝酒打牌，那打牌或者是喝完酒開心的時候發出來的那種叫聲就有點像鬼，所以把它叫鬼仔巷。我們現在去裡面看一下吧。這個鬼仔巷的巷口這裡坐了一位很漂亮的穿着旗袍的這種民國美女啊，我覺得這個裡面啊應該能找到很多當年最早期下南洋的華人在這的痕跡。鬼仔巷裡面的這個牆壁上有很多壁畫，可以看到呢，當年這些華人來到南洋之後他們的生活狀態。比如最邊上的這位大叔呢，他在拉二胡，我們的民族樂器。再往前面有2位小朋友，他們在地上玩這個，應該是彈珠吧。這裡還有一位大爺在寫毛筆字啊，寫的都是，這好像是過年的場景吧，寫春聯、福字，還有對聯。這裡放的是文房四寶、筆墨紙硯，真的是出海的華人在從一開始就很好的繼承了中華傳統啊。老胡，你有沒有覺得這邊那個牆壁特別的有特色？我們在別的地方看那種壁畫哈，它很多都是做舊的，對，但這個它是真舊啊。這幅圖還是實景的，你看這個美女手裡面的紅絲巾還可以隨風飄舞。這邊吃飯還分得挺親的。這邊馬來的人坐一塊兒吃飯，然後這邊呢都是華人在一塊兒吃飯。但是歐美遊客就很搞笑，他們既跟華人坐一桌吃，又跟馬來人坐一桌吃。是因為宗教信仰啊。印度人跟那個馬來人他們吃的餐裡面基本都沒有，豬肉啊，牛肉也少，印度教嘛。然後華人的餐就什麼都有，然後他們歐美人其實也沒有啥忌口的。對。那我們今天的吉隆坡唐人街巡禮到這裡就要告一段落了。
今天的大马华人在保留自己民族传统的同时，也在慢慢融入马来西亚社会。就像我点的这杯3色奶茶一样，最底下的椰糖代表了马来亚的甜，中间的炼乳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遗留，最上面的紅茶来自于中国原乡，搅匀了喝才是今天的马来西亞。